阿三悟在西班牙完成硕士学位后就回来台湾。其实在马德里深造的这段日子，阿三悟跟台湾并没有脱节。他利用暑假的日子回到台湾，分别在历史博物馆、台中美国新闻处举行个展。廖其春老师推荐他几个教师工作的面试机会，有在台南也有在新竹的，只是几次面谈之后，阿三悟觉得这些工作内容都不是那么的适合他，而且廖老师其实也是鼓励他继续出国多方面见识。阿三悟从西班牙要离开的时候，当时教他油画的教授是皇家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的艾利戈校长，曾跟他说：“你都是画大号尺寸的创作，应该要去纽约，比较适合。”事实上，阿三悟当时也有着前往纽约的想法，这个念头在留学的头年暑假回台湾就萌生了。那时，阿三悟利用暑假在台湾办展览，再用卖画的收入回到西班牙继续学业。在欧亚之间来回的阿三悟，觉得自己还有成长的空间，也想着去纽约这个大都会，感受不同的艺术氛围。而在二次大战后，美国的经济力快速的成长，也吸引了全世界的艺术家前来发展。当下，阿三悟决定赔了公费前往纽约，而属于阿三悟的艺术探险航行，在离开西班牙之后，也是巧合的航向了美洲。不过到了美国之后，却发现由于全世界正处于首次的石油危机，经济面临大幅衰退，美国也难逃其害。当时的纽约不景气，市面脏乱，治安也不好，这对于初到纽约的阿三悟而言，无论在创作和生活方面都面临辛苦的挑战。为了艺术理想，也是要顾三餐。阿三悟在接触当地的艺廊之后，都认为他的画欧洲味太强，而且偏向学院派的风格。1个多月下来，阿三悟只卖了一张名为《船》的画，因此为了支付生活开销，阿三悟白天拼命的作画，画了一些自己熟悉而且当时讨喜的帆船主题，交给一家国际画廊连锁店销售。帆船这个主题，阿三悟向来不陌生，他在西班牙、师大、淡江时期写生时都画过帆船。阿三悟在画帆船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人跟船一样，不会只在某个地方停留，会从这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，途中也会遇到各种海象与危险，但总是会在克服困难之后再继续前行。这样的意境，不就正如此时停泊在纽约的这个大港的自己吗？我觉得这个船呢，跟人一样，而且船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避风港内，一定要勇往直前，而且呢，要随时在跟大海搏斗，而且随时得有新的目标。到了一个目标，一定要马上再找新的目标，所以有一种前进和奋斗的精神，所以我也喜欢看。没想到后来1977年在台湾当教授的阿三悟，恰逢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，应邀在台北美国新闻处举办无限3帆船特展。而这时的阿三悟把曾经在纽约参观过世界帆船大展的感动，那些点点帆船的形态和船杆交错的多变化线条，生动地呈现在画布上。只不过这次的帆船上没有了面包。由于阿三悟画的都是大画，为了因应当地画商到画室看画的观感，忍痛住在位于东71街的高级住宅区。除了租屋开支，也因为刚生的女儿吉娜，一家3口需要的生活费，阿三悟便去考计程车驾照，利用晚上开计程车挣钱。当时纽约晚上的治安不好，入夜后的哈林区大部分的司机都不太愿意去。阿三悟因为外表皮肤黝黑，又会讲西班牙语，所以都以为他是波多黎各人，也因此捡到不少客人，赚到比较多的小费。我的样子是黑黑的哈，然后我又会讲一些西班牙文，所以他们以为是波多黎各，所以他们都有点怕我。所以在纽约，我黑人区我会敢去。那事实上有很多人，像我一次举一个例子，我在一个人，他晚上很冷啊。那你知道纽约那个时候是一个很乱的时候啊，70几年是很乱的，所以没有人敢晚上不敢在所谓黑人到哈林区去，没有人敢在，我会这样去。事实上跳票才3块钱，他给我10块钱，为什么？因为整个晚上没有人载他，大家都不愿意载他，冷得要命。他大概想，如果有人载我，就给他10块钱嘛。所以我常常得到的小费很多。除了善用外表这个特殊的优势以外，阿三悟艺术家的内在本质，此时也发挥了作用。他观察到有些地点在特别的时段，
总是会有比较多的客人，便去查无线电城夜间演出的散场时间，以及灰狗巴士在几个车站的入站时刻等。这样一来，几乎没有空车的状态。有一天，阿三悟载到一位客人，是日裔的饭店经理，问阿三悟是不是可以到饭店帮忙兼差。早上先到饭店把头等舱的餐点送去机场，送完外送后，阿三悟就可以回画室作画。这个外送不就像是现在的 Uber Eats 吗？原来阿三悟早在50年前就跑过 Uber Eats，